我真是豁出去了！上周我竟然去医美诊所打了 NAD 的 IV。欢迎收看丁妈视点评，今天你又变美了吗？自从卡戴珊家族带火了 NAD 的 IV， 也就是静脉注射之后呢，现如今在美国医美诊所这已经是非常普通的项目了。其实呢，除了 NAD Plus， 美国的朋友们去诊所里打个 VB 呀，打个 VC 呀，谷胱甘肽之类，甚至干细胞都是常事儿了。不过我之前比较谨慎哈，从来没敢尝试过。这回之所以鬼使神差冒一把险，是有3个原因的。一个呢是 NAD Plus 是人体本身就有的物质，代谢的也比较快，安全剂量也比较明确，所以呢安全度是比较高的。二呢是我一直在研究长寿科学，而 NAD Plus 是长寿科学的热门靶点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当身体中充满了这种年轻态的分子之后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？三是这个项目平常很贵，而我比较信任的那家诊所，就是帮大家代购生发丸那家，暑假是淡季，他们正好打折，所以我就去了。相对于口服 NR、NMN 这样子的 NAD Plus 前体物质，直接往静脉中注射 NAD 的临床研究还是较少的。在为数不多的小规模研究中发现呢 ，NAD-IV 有助于改善酒精依赖，缓解与帕金森病相关的震颤和提高认知能力。现如今像卡戴珊这样身体本来也没啥事儿，也要见天去打的人呢，也不少见。诊所里一般有2种剂量可供选择，一种是250毫克的，一种是500毫克的。我来的这家诊所的费用呢是250毫克的要500多刀，500毫克的要700多刀。看起来500毫克是更划算，但是呢，之前我做了一下功课啊，根据一项临床研究，750毫克的 NAD Plus 打6个小时，在前2个小时的时候 ，NAD 会被细胞迅速的吸收利用，2个小时之后 ，NAD 就开始出现在血液和尿液中了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2小时，也就是输入250毫克后，身体就饱和了，再多呢就排出去了。这样一看，还是250毫克更划算。诊所中一般提供3种注射方式哈，有静脉注射、肌肉注射和皮下注射，3种方式各有优劣。静脉注射见效最快，吸收度最高，但是很费时间，打个250毫克至少要2个小时。后两者呢是即打即走，无需等待，但是呢吸收的又比较缓慢，吸收度理论上呢也比不上静脉注射。所以如果你时间紧、任务急，而且你受不了静脉注射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，那么你可以选择在诊所肌肉注射。如果你想着立竿见影的体验 NAD 的强大功效，而且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，那么可以选择静脉注射。在美国呢，还有一些网上的药店可以买 NAD 自己回家皮下注射，这个成本低很多，但是风险有点高，大家需要格外谨慎。以下是诊所发给我的注意事项，我拍下来供大家参考。可以看出来，打点滴的时候最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呢是心跳加快、头疼、头晕、恶心等等。这可能是由于身体中突然间出现大量的 NAD 时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。所以呢，一开始大家千万不要求快，要慢慢的调整点滴的速度。我适应的很好，而且丝毫没有感觉任何不适。所以呢，在护士看不见的时候，我偷偷调快了点滴的速度。这个请勿模仿哈。因此呢，我在2个小时之内就打完了。一般来说，打250毫克需要打3个小时。刚打完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甚至因为坐久了还有点浑身酸疼。但是到了晚上就开始有感觉了。在注射后的当晚和之后的1周之内，我享受到了非常高质量的睡眠。怎么形容呢？就是那种久违之后的甜梦啊！醒来之后神清气爽，充满活力，就跟小时候一样。之前我的睡眠质量在同龄人中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，我还想着说录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呢。既然在我这种基础之上还能更上一层楼，这一点给我非常大的惊喜。另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呢，就是脑雾不见了。之前要是没休息好，脑回路会很慢，常常说话之前呢要想1秒下句话该怎么说。另外呢，有时候还非常容易忘事哈，前脚商量好的工作呢，后脚就忘记了。在打完IV之后的这个星期，这些状态完全消失了，脑袋就像被洗过一样，不但工作效率高，连跳尊巴的时候那些复杂动作我都能完成了。还有一点体验是精神头会特别的好啊，带当当去公园玩的时候，他都累了，我还没有玩够呢。另外呢，健身回来第2天呢，
呢也不会再全身酸疼了。在细胞中 NAD Plus 是一个多角色的万金油，它主要负责3个重要的工作。一个呢是参与能量代谢，就是帮助把吃进去的碳水啊、油脂啊转化成能量物质 ATP 给身体供能。因此 NAD 水平升高之后，感觉到精力旺盛是合理的。另一个呢是 NAD 能够通过调节长寿蛋白的活性，从而平衡昼夜节律，能量提高和生物时钟的改善都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。NAD 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 DNA 的修复，这一点反馈在身体上是什么感觉，我目前还不太清楚。也许我运动后修复的加快是跟这一点相关的。根据诊所对客人们的调查统计，绝大多数尝试过 NAD Plus IV 的客人呢，都跟我一样能体验到睡眠质量提高呀，还有精力的明显改善。因此呢，是有人像卡戴珊那样欲罢不能，打起来上瘾的。但是呢，即使有这么多好处我仍然不打算以后频繁的去打，费用太高固然是原因之一了。另外呢，更主要的是目前为止还没有长期频繁注射 NAD Plus 的安全性研究，也没有证据证明长期注射能有助于长寿。而长期人为的施予高剂量的 NAD 是否会影响身体自身 NAD 的合成呀？然后 NAD Plus 在抑制癌症和促进癌症的功效方面还是有争议的。那么我常常打针会不会促进细胞的增长呀？我那些美好体验是不是静脉注射这个动作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暗示，从而出现的安慰剂效应呢？在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答案之前呢，我是不会像卡戴珊一样打得那么肆无忌惮。话说回来谁不想重返年轻时的状态呢？因此呢，更稳妥的办法是用断食和锻炼的方法去维持住自己的 NAD Plus 的水平。安全证据更多的口服保健品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能促进 NAD 生成的 NMN、NR 或者 NADH， 然后搭配抑制 NAD 降解的紫檀萁呀、芹菜素、胡皮素等等。两类成分凑在一起呢，能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。偶尔在特别疲惫、需要倒时差或者工作非常忙的时候呢，去正规的诊所打一针也是无妨的。美国的 NAD 呢，基本来自 503A 配药药房，大家打之前呢，可以让护士把药瓶要过来看上一眼，在网上搜一下信息来确认一下。在国内注射是否合法，我还不太了解。如果有小伙伴懂行，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。好啦，今天丁妈试点评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呢，请点赞、收藏，并且转发给有需要的小伙伴吧。就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。